为什么你的照片在 PS 当中调完色发到自己的手机会出现巨大的色彩偏差？要想避免此类情况发生，你需要注意2个点。第一，就是你的显示器在买回来之后没有在显示器内部调过各种色彩饱和度对比度、亮度、色温之类的。如果你调过，最好把它还原到默认值，因为各种品牌的显示器在出厂之前都会做非常专业的色彩校正工作。它的默认值状态就是最接近准确色彩的状态。在排除电脑显示器做到色彩调整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 PS 软件当中的色彩空间配置。那在 PS 当中有2个位置需要去设置，第一个就是 PS 的色彩空间，在编辑菜单栏下有一个色彩设置，你点开之后你需要把这个 RGB 改成 sRGB IEC 61966-2.1。很多一些破解版的软件在安装好的默认状态下是 Adobe RGB， 或者是直接跟随显示器，那你把它改成 sRGB IEC 61966-2.1。那下面这3样大家不用去动它。这里的色彩配置是控制你导进来的 JPG 文件。有很多人拿相机拍照只拍 JPG 那如果是拍的 JPG， 相机里面本来就有2个选项，第一个就是 Adobe RGB， 第2个选项就是 sRGB。 建议大家也把相机里面的色彩设成 sRGB， 因为只有这个 sRGB 的色彩标准是比较低的一个门槛，不管是1000元显示器还是万元显示器，它都100%支持这个 sRGB 的色彩显示。即使是几百块钱的显示器，它也能支持到 98% 以上的 sRGB 色域。所以说这个 sRGB 是被各大软件、各大平台、各大显示器厂商把它默许为一个最低的色彩门槛。我们用最低的色彩门槛去调颜色，那你把这个照片发给即使是几百块钱显示器或者是几百块钱的手机上看，其实颜色偏差也不会巨大，只会有轻微的偏差。那第2个就是我们拍无损文件，大家一定要跳出一个误区，相机里拍的无损文件是没有办法跟随相机里面设置的色彩空间去配置文件的。换句话说，我们相机拍的无损文件是没有色彩空间配置文件这么一说的。那这个无损文件它打开之后，它的颜色显示以什么标准为主，完全取决于解开这张无损文件的插件或者是软件。怎么给大家说呢？大家看 PS 当中要想打开无损文件，你必须要通过这个 Camera。那么在 Camera 当中也是有一个首选项。打开 Camera 的首选项，你会发现这里有个工作流，工作流里面这也有个色彩空间。那默认状态下它是 Adobe RGB， 那你的照片要发给手机看，要发给其他的显示器看，要发到社交媒体上，那么这些显示器、社交媒体他们默认会把这个最低的标准 sRGB 作为一个默认显示色彩的标准。如果你解开这个无损文件当中的色彩空间设置的是这个比较高的 Adobe RGB， 那你调完颜色它都是以这种高色域来显示你的照片。当一张 JPG 文件被嵌入了高色域的色彩配置文件，一旦这张照片被发到不支持这个高色域显示的显示器上或者是平台上，那都会形成一个解读色彩错误这么一个问题。色彩被解读错误了，就会出现巨大偏差。比如说红色把它解读成了一个橘红，比如说橙色把它解读成了一个浅咖啡，那么这个颜色看上去就非常怪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更建议大家把 PS 里面的或 Camera 里面的色彩空间都把它改成这个 sRGB IEC 61966这个最低门槛。因为你的照片发给别人看，别人的显示器 99.9% 的是不支持这个高色域显示的，所以说他们只支持到这里。你就用 sRGB 的色彩标准去调整你的照片色彩，你自己看是什么颜色，你发到别人手机上看或者是别人的显示器上去看，那即使有偏差也只有几%的偏差，几乎你不认真对比也看不出来。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色阶理论。那么什么是色阶呢？色阶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颜色的亮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红、绿、蓝这3种颜色从暗到亮这样一个过渡的状态就是颜色的亮度。如果非要把从暗到亮划分一个等级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256个等级。最黑最暗的区域是0，那么最亮最鲜艳的区域它就是255。也就是说从最暗到最亮它是有256个过渡级。那么我们调出 PS 里面的色阶工具，你也可以发现它这里的数值也是255是最大，0是最小。你可以看到这里是0，最右边是255，
那当然255是代表着最亮，0是代表着最暗。我们来用这张图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从最暗到最亮的一个渐变。如果我们把它色阶值从255降到18，你可以发现它从最暗到这里右边最亮一共分为了18份，每一份的亮度都是递增的。那么这个18代表的色阶值，最亮到最暗这个色阶啊被调到了18，那么你就会发现它这个颜色过渡就比较生硬，它就没有了这种非常细腻的过渡细节。你来看一下啊，我把这个图通过右边这个蒙版呢，把它一分为二，上方是把色阶值压缩到18，那么下方呢是没有压缩色阶值，它依然是从0到255是健全的。那么上面这个是从0到255，把它人为的把它调成了18，分成了18份啊，下面是分成了256份。所以说你可以肉眼发现啊，色阶值为256是健全的情况下，它的过渡是非常细腻的，每一处的细节灰度细节它都会保留。那么上面这个把色阶值压缩之后啊，它把那个灰度细节给压缩了，所以说你能看出它这种一格一格一格的这种状态，每一格的状态啊都会比上一格啊要亮一些。即使我们把颜色变成彩色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把下面的渐变改成彩色，你看改成彩色啊，它也是一样的，不管你把它的颜色改成什么颜色，它都是一样的道理。看它都是有一个一个的格子，不同的亮度组成的。那么我们再来反观这张照片，你之所以能看到这个照片从这个头发上最黑的地方到这个太阳光照射反光的这个最亮的区域，它每一处细节你都能看见，正是因为这张照片的色阶值啊是健全的，并没有通过压缩。如果我现在使用色阶工具啊，把这张图压缩一下，你会发现啊，它的细节会丢失很多。好，当前它这里是从0到255，它都是有细节的。那我们现在把它压缩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从91到255，那从91一直数到255，是不是它就不够256了？它就变少了，也就意味着它中间灰被丢失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头发，原本你是可以看到有个渐变效果的，现在它整个头发这一块变成了一片死黑。为什么它变成死黑呢？就是因为从91到0这一部分的过渡啊没有了，因为我们当前从0直接调到了91啊，现在直接调到了95，也就意味着从95往前面数，从95、94、93、92、91一直到0这一部分的灰阶啊没有了，直接被压掉了。所以说你看不到过渡啊，它这个暗部就成了一片死黑。那么我们反过来啊，来调亮的地方，把这个255这里直接给它压，从200开始压到200，也就是9755的灰阶值。那你可以看到，它从最亮到55之间的这个灰度没有了，这里就过曝了。为什么过曝？就因为它这里少了55的过渡灰阶。通过我这样的示范，大家现在应该理解了色阶是什么东西啊？色阶其实就是颜色的亮度。在 PS 里面有个专门调色阶的工具，也就是让我们自己手动去分配照片的亮暗的比例。那这个色阶工具有什么用啊？它可以增强画面的对比，去掉画面的灰度。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啊，稍微有点灰，那我们可以把色阶值压一压啊，让它变得通透。我们来调一调，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你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不是就比刚才要通透？这是原图，灰阶信息非常丰富，也就意味着暗部的细节过渡很细腻。那通过压缩的色阶，它的灰度被过滤了。灰度被过滤了有个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它的一个暗部过渡或者是亮部的过渡会变少，变少就会变得生硬。那这个生硬的效果恰恰被我们肉眼去识别出来，就是一个强对比。那强对比又给大脑中枢神经反映出它是一个通透的照片，这就是色阶的一个作用啊。色阶这个工具是有利也有弊。它利的地方啊，就是它能提高画面的通透，可以让画面看上去有亮暗的反差对比，显得画面更清晰。那么它的弊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压缩灰度信息，让一些暗部的过渡灰阶啊会压缩掉，从而会使暗部看上去更黑，过渡细节啊就会更少。现在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色阶是颜色的亮度，从最暗到最亮一共划分了256个亮度级别。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任何颜色都是由这256个不同的发光亮度级别来构成的。
在 PS 当中有一款工具叫做色阶工具，是可以调整这个亮暗级别的。好了，今天这个色阶理论就讲到这里，我是神探长，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日系蓝黄色调的调整方法。那么蓝黄色调到底是一种什么色调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种照片啊就是一个标准的蓝黄色调。那么这个色调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给人一种热情、活泼、凉快的感觉。那么这个凉快呀，是从哪里体现出来的呢？就是从这个大面积的蓝色的天空啊，因为低色温就给人一种很冷的感觉啊，所以说你看上去它很凉快。那么很热情、很阳光的感觉又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些橙色、黄色这些颜色给我传达出来的这种感觉啊，因为黄色、橙色传达的感觉就是很热情、很阳光的感觉。那么像这类的调色比较适合晴天的户外啊，最好是你拍摄的照片当中有五颜六色的暖色调的建筑啊。那么像这种建筑在我们国内是很少有的这种颜色的建筑的，所以说都需要我们后期去调。那么最能找到这类五颜六色颜色的建筑啊，你可以在游乐场、大型游乐场里面能碰到啊，因为大型的游乐场里面有些游乐设施都会用一些暖色调来吸引小孩，所以说像这类的一些地区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拍出这种暖调的一些建筑啊或者是设施。好，那么天上如果有一点点白云啊，效果就会更好了。那么我这里就用另外一张照片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用这张照片给大家做演示啊，这就是没有调整之前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有什么特点呢？它在影调上的特点就是反差特别小啊。我们来看一下原图的反差，原图的影调反差是很大的啊，亮的很亮啊，暗的地方就很暗，很厚重。那么像这类的一个蓝黄色调呢，就不需要你把照片调了那么厚重，就是要那种轻飘飘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啊，在影调上就是一个低反差的一个影调，大家要注意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色调上呢，蓝色和黄色为主，其他的一些红色作为点缀啊，绿色啊作为点缀。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出来了啊，它是一个低反差的影调，加上一个蓝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红色、橙色为辅色调的一个照片。那么有了这些特征，你才更方便啊，能把你的照片调出这种效果。大家在拍摄的时候，尽量要去拍这类的一些花花绿绿的颜色的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设施，最好是在晴天有白云的天气啊进行拍摄。好，那么我们就拿这张照片来给大家做一个调整流程啊。其实这个流程非常的简单，我们已经把它的影调和色调的特点分析出来了，你再把它实施出来的话，很简单啊。那么我们想把照片的影调做得很平，我们就需要在基本面板当中把阴影拉高。阴影拉高的时候，照片就不会那么厚重了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就是对比度，我们把对比度降低，就会降低这个照片的一个反差。我们这个专栏前面讲对比度工具的时候，已经很详细说过啊。对比度其实就是来降低高光和阴影之间的对比啊。我们如果把对比拉得越低，高光和阴影之间的分界线啊，就是鲜明程度就越低。所以说你会看到照片很轻飘、很平啊，不厚重啊。那么我们这类照片就是不需要它厚重，知道吧？好，那我们就这样逆向进行调整啊。好，我们把影调给解决了，接下来我们要解决它的一个色调问题。色调上啊，就是一个偏蓝啊、偏黄两个主色调。那么我们前几节课一直在给大家用这个校准工具讲实战、讲理论。那么今天我们用校准把这个照片快速统一一个颜色。那么我们把绿颜色往左边拉啊，给它拉到头啊，拉到头就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中一些暖色的区域啊，就会变得更黄了。那么这是什么原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颜色当中，也就是说这个墙面上啊，这些墙面上这些颜色啊，这些颜色里面是包含一点点绿和黄色在里面的啊。大家应该调风景调得多，都应该知道，我们想去更改一个树叶的绿色的话，其实大部分要动它的黄色啊，因为绿色里面包含黄色，黄色里面也包含绿色，所以说我们在绿颜色里面进行操作啊，就能看到我们画面中这些暖色的区域有变化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我们三原色它的一个在色域模型当中它是怎么分布的啊，我们调整这些原色的这些通道，它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它是什么规律，大家可以把这个专栏的前几节课看一下啊。
好，我们把绿颜色调过来之后，可以看到啊，黄色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如果想让这些黄色更黄一些啊，就可以把饱和度拉高。好，拉高了饱和度之后，可以看到，哎，这个黄色就更黄了，是不是？那我们颜色就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控制色温啊。那么我们把色温稍微再给它降低一点点，然后把色调稍微再拉起来，让它出现一点点紫色在这个画面中，哎，出现一点点紫色。这样我们一个照片很欢快、热情、凉快的感觉就出来了。大家看一下前后对比啊，是不是？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照片还有些颜色啊，比如说橙色、黄色啊、绿色某种颜色，你想继续优化它的话，就去混色器里面对这些颜色单独控制色相、饱和度和明度，来达到更好的效果啊。那么这就是蓝黄色调的调整思路和方法，包括前期要注意什么啊，后期怎么调的都给大家讲得很明白了。好，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Camera Raw 当中最核心的功能，也就是蒙版功能。那么我们以前学的课程中啊，这些调色工具啊，都是针对整张图进行调色啊。那么我们在 A4R 当中也可以对照片局部进行精细化控制的。那么我们就要借助今天要学的功能，也就是这个蒙版功能。这个蒙版功能大家一定不要把 PS 里面的图层蒙版想成了 A4R 里面这个蒙版啊，两个蒙版是不同的概念。A4R 里面的蒙版它其实就是做选择的一个工具而已。比如说我们要调天空，我们就需要用蒙版功能把天空选出来。比如说我们要调整这个大楼，我们就要用 A4R 里面的蒙版功能把这个大楼给它选出来。那么选择大楼、选择天空还是选择汽车啊，还是选择地面呢，它都有不同的工具来完成的。比如说要选择天空，那么这个蒙版功能就有一个选择天空这个功能啊，一点它就会把天空给你选出来，很简单。那么选择天空和选择主体这两个功能是靠 AI 算法来做选择。那么下面这个画笔、线性渐变、镜像渐变、色彩范围、亮度范围是我们手动来选择某一个区域，自由度更高啊，上面是靠算法啊，自由度没那么高，一切听电脑的。那么最底下有一个景深范围，那么这个景深范围在我们用相机摄影的这部分人来说呢，这个景深范围是永远不能使用的啊，因为这个景深范围是需要你的设备有景深雷达或者是红外雷达扫描的功能的，你才能计算景深。目前据我所知，只有部分手机上会安装这个雷达功能啊。那么我们这个 A4R 当中的这个景深范围，只要你是用相机拍的照片，这个景深范围是无法激活的啊，无法使用啊。那么我们再来回到蒙版啊，这个蒙版呢，就是我刚才所说，只是在画面中某个区域做选择，选择出来之后单独调整它。那么我们单独调整，那有哪些参数可调呢？比如说啊，我现在给大家做个示范。我们现在利用这个选择天空，把整张照片的天空选出来啊，点击一下这个选择天空，我们就等这个电脑帮我们进行计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电脑很快就把天空给我们选出来了。现在被红色这些区域所覆盖的面积就是天空，是不是？那么这个红色的颜色啊，它并没有任何实际上的作用啊，它只是方便我们去观察我们现在选的这个天空选的完整不完整啊。你也可以把这个红色换成别的颜色啊，在哪换呢？这里有个红点，大家看啊，把这个红点点开，在这里面找到你觉得看到舒服的颜色，用蓝色吧，因为蓝色比较特殊啊。你看我现在就可以把我们蒙版这个提示颜色改成蓝色啊。这个蒙版所选出来的天空这个红色并不是你照片上的颜色，你保存之后也不会带到你照片当中去啊，只是来方便我们来看到我们选择的这个天空选择的范围是哪些地方啊，起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不想看啊，影响你的话，你就把前面这个勾显示叠加前面这个勾给去掉，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被那个颜色啊所覆盖了。那么取消这个勾并不影响我们去调整天空这块区域啊。你看啊，我们选择了天空之后，建立了一个天空的蒙版，大家看建立了一个天空的蒙版在上面啊。那么这个蒙版啊可以做什么操作呢？可以做下面这一系列的操作。大家看，曝光对比、高光阴影、白色黑色、色温、色调、色相、饱和度、纹理、清晰度、去薄雾、锐化、降噪、去边啊，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蒙版功能来进行调整，是不是？好，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主界面啊，回到这个主界面，我们不管去使用蒙版功能里面的任何一项做选择的工具啊，比如说我现在用镜像渐变
在这里做一个选择，只想调整画面中的这个中心区域啊。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蒙版，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蒙版上调这些参数。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参数，是不是？我们这个蒙版当中的任何一款做选区的工具啊，你只要把选区给建立出来了，它都可以给你提供这些参数的设置，是不是非常的灵活呀？你看看，我们再还原啊。比如说我现在想把地面给它提亮啊，我不想提亮天空，只想提亮地面，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线性界面，点开线性界面，拉一条线起来。大家现在看到没有？地面这个区域就被红色所覆盖了，那么这个红色就是你刚才选择出来的区域。那么我们可以来调整它的曝光，把地面给它拉亮，是不是？大家看是不是？这就可以拉亮了，是不是？那么这个蒙版就是来做局部调整的一个工具。它为什么要叫蒙版啊？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研究它了。如果把它换个名字叫做局部选区，我觉得更容易让小白理解了啊。好，那么我们再还原一下啊，我们再看这个画笔工具啊，这个画笔工具啊，它可以更自由灵活的根据我们的所想区域进行选择。你看啊，我们如果想把这个大楼给它调亮一点，我们地面也不想动它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画笔，用鼠标在这个大楼边上去画，把这个大楼全部给它涂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单独的控制，是不是？现在大家理解这个蒙版的功能没有？蒙版的功能其实就是利用这8种不同的工具对照片某一个区域做选择，选择出来了之后就可以提供这些参数设置来改变照片的局部。那么今天这节课不需要大家会这些工具，只需要大家理解这个蒙版是做什么的就行了。那么我们下节课开始会把每一个工具的详细设置和方法都教给大家。那么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拜拜。